你觉得你已经抓到 AI 投资的核心了吗？实际上，你看到的不过是别人早就玩过的上半场罢了。要是我跟你说，2026年 AI 投资的整个游戏规则都会完全改变，过去2年被所有人捧成神坛的 GPU，会渐渐从主角位置退下来，而一个一直藏在幕后的赛道会成为接下来决定 AI 红利归属的关键。你会不会觉得挺意外？你可能会觉得这太过分夸张了。AI 的核心难道不是算力吗？算力的核心难道不是 GPU 吗？英伟达一家独大的情况，难道说改就能改吗？可问题来了，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一件事？当你把全世界最顶尖的超跑全都堆放在一条只能单行的小路上，这些超跑还能发挥出它们本来的速度不？答案很明显是不行。不光不行，还会全堵在路上没法动。就算发动机再厉害，马力再大，也没地方用。这就是现在 AI 行业正在发生的最关键的变化。过去2年，整个行业都在疯狂堆 GPU、堆算力，就好像疯狂买超跑一样。英伟达股价一路上涨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，GPU 性能越来越强，数量越来越多，整个行业突然发现，好像忘了修一条能配得上这些超跑的公路。这条公路是数据传输的连接能力，而能修好这条公路的核心赛道，则是光通信。如果你也想要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明白，不想错过 AI 下半场的这波核心红利，那就先点个赞，把它收藏起来。不然，等后面讲到关键的技术细节和投资逻辑的时候，你要是划走了，可能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完整、这么透彻的拆解。我了解，很多人对光通信这个词或许还挺生疏，乃至有人会感觉这不过就是一个做网线、做光纤的传统行业，它能和 AI 这种最前沿的赛道有什么关联？但你猜猜最稀奇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被很多人当作传统行业的赛道，现在已经被全球顶级的科技巨头真金白银地砸出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英伟达在2026年初直接砸了20亿美元，和一家光通信公司签订了多年的战略协议，就为了锁定它的产能。你想想，20亿美元不是人民币，是美元。英伟达是什么级别的公司？它可是 AI 时代绝对的龙头，手里掌握着全世界最稀有的 GPU 产能。那它为什么要放低姿态，给一家做光器件的公司投这么多钱？这就有点不正常。平常情况下都是下游厂商求着英伟达给 GPU 额度，现在反倒英伟达主动给上游供应商投钱，还签长期协议，就为了锁定产能。这里面肯定有个很多人还没看透的根本道理。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，像英伟达这种级别的公司从来不会做没意义的花钱事情，他投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在给未来的赛道投票。他愿意花20亿美元锁定这家公司的产能，那就说明这家公司手里的东西在未来的 AI 时代跟 GPU 一样稀有，一样重要。光通信里最关键的器件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激光器。再更详细的说，就是能支撑 800G、16T 乃至 3.2T 光模块的高性能 EML 激光器。先别急，我知道你看到这些技术名词可能会觉得头大，没关系，我不用给你讲复杂的物理原理，我只用一个你每天都能接触到的例子，你就能瞬间明白这东西到底有多重要。你家里肯定装了宽带吧？你应该有过这种体验，以前用100兆宽带的时候，下载一部电影要等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，后来换成1000兆宽带，几分钟就下完了。再往后，10000兆宽带出来了，几秒钟就能搞定。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本质就是数据传输的路变宽了，路越宽，单位时间内能跑的数据就越多，你的体验就越好。那把这个场景放大100万倍、1000万倍，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场景。一个大模型一次训练要处理的数据量是你一辈子都用不完的，而这些数据不是只在一块 GPU 里跑，它要在成千上万块 GPU 之间来回传输、来回计算。以前 GPU 的性能没那么强的时候，数据传输的需求没那么高，用铜缆连接就够用了。就像你以前用100兆宽带看看网页、聊聊天完全没问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英伟达的 GPU 性能每一代都在翻倍，一块 GPU 的算力比以前一个数据中心的算力都强。你把几万块、几十万块这样的 GPU 堆在一起，它们产生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。这时候你再用铜缆来传输，就像用单车的小路去跑几百台顶级超跑，
根本跑不动。铜缆在高带宽、长距离传输的时候，损耗特别大，延迟特别高，还会发热，根本满足不了现在 AI 大模型的需求。那怎么办？只能换路，把单车小路换成8车道、16车道的高速公路。而这条高速公路就是光纤，就是光通信。在800G 以上的高带宽传输场景里，光通信的优势是铜缆根本比不了的。高带宽、低损耗、低延迟，还能长距离传输。说白了，只有光通信才能撑得起现在 AI 大模型对数据传输的变态需求。你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吗？现在一个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，一次完整的训练需要在数万块 GPU 之间进行数万亿次的数据交互，哪怕每一次交互只延迟1微秒，整个训练过程就要多花几十天的时间，多烧几百万美元的电费。这种损耗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能承受得起，所以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数据传输的延迟，提升传输的效率。而唯一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只有光通信。这就是我开头说的 AI 投资的瓶颈已经彻底转移了。以前的瓶颈是算力，是 GPU， 你能拿到 GPU 就能赚钱。但现在 GPU 的数量和性能都上来了，新的瓶颈变成了连接，变成了数据传输。GPU 再强，如果数据传不过来，它就只能闲着，算力根本发挥不出来。你想想，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！一块 GPU 成本几万、几十万人民币，就因为数据传不过来，只能在那里空转，浪费算力，浪费电，浪费钱。没有哪个数据中心可以承受得住这样的浪费。那么现在整个行业的核心矛盾便从怎样获取更多 GPU， 变成了怎样让这些 GPU 之间的数据传输得更快、更稳定且更便宜。而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，就只有光通信了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2026年是 AI 投资的分水岭。在上半场比拼的是谁能够获取到 GPU， 谁能够堆积更多算力；在下半场比拼的是谁能够成功解决连接问题，谁能够让这些算力真正发挥作用。上半场的主角是英伟达，是 GPU， 下半场的主角就是光通信，是那些能够攻克光传输核心技术的公司。更加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根本没发现到这个变化，他们还在关注着英伟达的股价，还在到处找 GPU 相关的投资目标，完全不知道爱投资的主要战场早就已经转移了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投资这事情最可怕的不是你不知道的，而是你自己觉得知道，但实际上你知道的早就过时了。拿着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去做下一个时代的投资，最后肯定会掉进坑里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光通信这么大的一个领域，里面的公司又这么多，到底哪些才是真正有核心技术能赶上这一波红利的？其实这个领域看起来复杂，可它的底层逻辑挺清楚的。整个光通信产业链里，最核心、最稀缺、最有定价权的环节是最上游的激光器。就像 AI 算力的核心是 GPU 一样，光通信的核心就是激光器。激光器是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把电信号转化成光信号的核心器件。要是你想在光纤里传送数据，先要把电信号转变成光信号，传输到目的地后，再把光信号变回电信号，这转换过程快不快、稳不稳、损耗大不大，全由激光器的性能决定。要是没有优质的激光器，你后面的光模块、光交换、供封装光学全部都没用。这就好像你没有好的发动机，就算车身再好，轮胎再好，也造不出超跑。这就是英伟达为什么要拿出20亿美元去锁定一家公司的激光器产能的缘由，因为他明白这玩意儿可是未来 AI 光网络的关键点。谁掌握了高性能激光器的产能，谁就掌握了 AI 下半场的主导权。而这家让英伟达主动拿出20亿美元的公司就是 Lumentum， 它的股票代码是 Light。很多人可能对这家公司不太熟悉，但在光通信行业里面，它绝对是领先的，实实在在是行业龙头。它掌握的 EML 激光器技术，在全世界范围中那可是顶尖的，几乎没什么竞争对手。Lumentum 不是突然出现的公司。它在光通信行业里已经悄悄地努力了几十年，它的前身是朗讯的光电子部门和 JDSU， 都是光通信行业里的传奇公司。几十年的技术积累，并不是随便哪家公司1、2年就能追得上的，这也是它能拿到英伟达订单的关键原因之一。它的技术沉淀又深又稳。跟你说说这家公司究竟厉害在什么地方？它的核心产品是200 GPM4
EML 激光器。这可是现在能支撑 1.6T 光收发器的核心部件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现在能够量产这种高性能激光器还能稳定交货的公司没多少，用手数一数都能数得过来，没几家。而 Lumentum 就是这里面的绝对头部。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。现在行业里，800G 光模块已经开始大规模商用了， 1.6T 光模块已经进入量产阶段。3.2T 光模块已经在研发测试了。你知道这个迭代速度有多快吗？以前光通信行业技术迭代一次需要3到5年的时间，现在不到1年就会迭代一次。这种迭代速度只有 AI 这种级别的需求才能催得出来。而每一次技术迭代对激光器的性能要求都会上一个台阶，谁能先拿出符合下一代技术要求的激光器，谁就能拿到下一代的订单，占据行业的制高点。Lumentum 现在能拿出支持 1.6T 的成熟激光器，就意味着它在下一代的技术竞争里已经占得了先机。英伟达和它签的这个多年战略协议不是简单的采购合同，是直接给了20亿美元，用来支持它的研发和扩产。说白了，英伟达就是提前把它未来几年的产能直接包圆了一大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相当于英伟达直接给它递了一张AI 时代的长期饭票，而且还是英伟达这种级别的客户给的饭票。你想想，对于一家硬件制造公司来说，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是研发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，是扩产之后没有订单，是产能闲置。现在英伟达直接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提前给了钱，锁定了产能，还签了长期协议。这对于 Lumentum 来说，不仅是拿到了订单，更是拿到了行业里的金字招牌。连英伟达都抢着要它的产能，其他的云厂商、数据中心能不跟着买吗？所以你看它的财务数据，就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波红利它吃的有多足。2026财年第2季度，它的营收达到了6.6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直接达到了65.5%。更可怕的是，它的毛利率直接做到了42.5%。你想想，在硬件制造这个赛道里，能把毛利率稳定在40%以上，是什么概念？大部分的硬件代工厂毛利率能有10%就不错了，哪怕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公司，能做到30%的毛利率就已经很厉害了。而 Lumentum 直接做到了42.5%，这根本不是普通供应商能拿到的利润水平。能拿到这么高的毛利率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手里的东西足够稀缺，足够不可替代。它有绝对的定价权，而且它还在不停扩产，现在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建一个24万平方英尺的新工厂，就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爆发的市场需求，提前把产能铺好，避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家公司简直就是完美的投资标的，行业龙头，技术壁垒拉满，还有英伟达的长期订单，业绩爆发，这不就是躺着赚钱吗？等等，这里就不对了，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投资标的。任何看起来稳赚不赔的机会，背后都藏着你没看到的风险。我先给你讲清楚 ，Lumentum 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？它赚的是确定性的溢价。什么叫确定性？就是它的技术是确定的，订单是确定的，客户是确定的，未来的业绩增长也是大概率确定的。这种公司是机构资金的首选，因为机构资金体量很大，它追求的不是一夜翻倍，而是长期稳定确定的收益。 Lumentum 这种有行业龙头地位、有顶级客户背书、有技术壁垒，还有长期订单的公司，刚好完美符合机构的需求。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，当所有人都知道它很确定，所有人都知道它能吃到 AI 光通信的红利的时候，它的估值早就已经被炒上去了。现在它的股价里已经包含了大部分未来增长的预期，你现在进去很难再拿到超额的收益，甚至如果后续的业绩不及预期，还有可能被套住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风险点，就是英伟达和他签的这个协议不是独家协议，也就是说，英伟达虽然锁定了它的一部分产能，但它没有禁止 Lumentum 给其他客户供货。同样，英伟达也没有承诺只从 Lumentum 一家采购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后面有其他公司也能量产同样性能的激光器，英伟达完全可以把订单分给其他公司，到时候 Lumentum 的稀缺性就会大打折扣，它的定价权也会跟着下降。这也是很多人容易看错的地方，他们只看到了英伟达给了20亿美元的订单，觉得这是铁饭碗，但他们没看到，这个铁饭碗
不是终身制的，更不是独家的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之前对 AI 投资的认知只停在了最表面的 GPU 上，那不妨顺手点个赞，至少你现在已经摸到了 AI 下半场的入场门，知道了真正的核心赛道在哪里。说完了行业龙头赚确定性钱的 Lumentum， 接下来我要给你讲的这家公司就完全是另一个极端，它就是从行业泥潭里爬出来的逆袭黑马 Applied Optoelectronics， 股票代码 AOI。 如果说 Lumentum 是 AI 光通信赛道里的名门正派，根正苗红，那 AAOI 就是那种从底层杀出来的江湖黑马。3个月股价暴涨300%，硬生生从行业的边缘地带杀进了核心供应链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的股价走势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，这哪里是股票，这简直是坐过山车。3个月翻3倍，这种涨幅在整个 AI 赛道里都算得上是顶级的爆发力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就在1年前，这家公司还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连核心供应链的门都摸不到。就在2024年 ，AOZ 还在亏损，股价跌到了历史低点，很多人都觉得这家公司要退市了。当时整个行业都在往 800G 升级，它还在做低端的 100G、400G 产品，根本拿不到高端客户的订单，毛利率上不去，营收也上不去，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当他突然拿到 1.6T 的量产订单的时候，市场的反应才会这么剧烈，因为这个反转实在是太彻底了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一家1年前还在边缘挣扎的公司，怎么突然就拿到了顶级客户的订单，股价直接一飞冲天？他到底做对了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他踩中了 1.6T 光模块的爆发风口，拿到了超大规模云厂商的 1.6T 光收发器量产订单，订单金额超过2亿美元。你别小看这2亿美元的订单，对于 AAOI 这种之前一直在做低端产品、营收规模不大的公司来说，这一个订单直接就把它的营收天花板给彻底打开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订单不是样品单，不是测试单，是实打实的量产订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的产品已经通过了顶级云厂商的验证，性能、良率、交付能力全部都达标了。它已经正式从一个边缘的小厂商挤进了 AI 光通信的核心供应链里。这就像一个一直在替补席上坐冷板凳的球员，突然拿到了总决赛的首发名额，而且一上场就拿到了 MVP。这种身份的转变带来的就是预期的彻底反转。资本市场里最值钱的就是这种预期反转。之前市场给它的定价是边缘小厂随时可能倒闭的定价，现在他拿到了顶级客户的量产订单，进入了核心供应链，市场给他的定价就要变成核心供应商业绩即将爆发的定价。这中间的差价就是它股价3个月翻3倍的核心原因。那 AOI 到底凭什么能拿到这个订单？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觉得它就是运气好，踩中了风口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任何一个逆袭的故事背后都有你没看到的积累。如果它真的只是运气好，顶级的云厂商根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量产订单交给他。AOI 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它有完整的自有产业链，它自己能生产激光器，自己能生产光组件，自己能封装光模块，整个链条全都是自己的。你别小看这个自有产业链，在光模块这个行业里，大部分厂商都是买别人的激光器，买别人的组件回来自己封装，说白了就是个组装厂，没有核心技术，议价能力很弱，毛利率自然也上不去。但 AAOI 不一样，它从最上游的激光器到中间的组件，再到最后的光模块封装，全都是自己做的，这就带来了2个巨大的优势。第一个优势就是成本控制，整个产业链都在自己手里，不用被上游的供应商卡脖子，也不用给别人赚差价，成本自然就能降下来。在硬件制造行业，成本控制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。同样性能的产品，你能比别人卖的便宜，还能有更高的利润，你就有绝对的竞争优势。第2个优势就是交付能力。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抢产能，谁能按时、按质、按量交付，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订单。如果你的核心器件要靠别人供货，别人给你断货或者延迟交付，你根本没办法。但 AOI 的核心器件全都是自己生产的，它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产能和交付周期。这也是为什么顶级的云厂商愿意把订单交给他，因为现在 1.6T 光模块的需求爆发，客户最担心的不是价格，
是能不能按时拿到货。LV 的自有产业链刚好解决了客户最担心的交付问题。你看他的动作就知道，他现在正在疯狂扩产。他在休斯顿的工厂已经扩产到了90万平方英尺，目标是每个月生产70万只光收发器。这个产能规模在行业里已经是第一梯队的水平了。再看它的财务数据，你就能更直观地看到它的反转。2025年全年，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83%，更关键的是，它的毛利率从之前的24.8%直接改善到了30%。毛利率的提升比营收的增长更能说明问题。营收增长可能是靠降价抢订单，靠走量，但毛利率的提升说明它的产品结构变了。它不再靠卖低端的低价产品赚钱，而是开始卖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，盈利能力已经彻底上了一个台阶。这就是 AOI 的核心逻辑，它赚的不是确定性的溢价，而是预期反转的高弹性。什么叫弹性？就是它现在的业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，它的股价里还有很大的预期差。如果它后续能拿到更多的订单，产能顺利释放，它的营收和利润还会有爆发式的增长，股价自然也会跟着继续涨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投资标的，高弹性必然伴随着高风险。AOE 的风险和它的优势一样明显。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风险，就是客户集中度太高。它现在的核心订单主要就来自那一家超大规模的云厂商。一旦这个客户的订单出现变化，比如缩减订单，或者把订单分给其他厂商，它的业绩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这就像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，这个篮子足够结实的时候，你能拿到最多的收益。但一旦这个篮子出了问题，你所有的鸡蛋都会碎掉。第二个风险就是股价的波动太大，3个月翻3倍，这种涨幅里面必然有大量的投机资金。一旦后续的业绩不及预期，或者行业出现什么风吹草动，这些投机资金就会疯狂出逃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跌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，根本拿不住。第三个风险就是技术迭代的风险。光通信这个行业，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快，现在是 1.6T 的风口，很快就会到 3.2T 甚至更高。如果 AAOI 不能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，不能持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，它现在拿到的订单很快就会被别人抢走，它好不容易挤进的核心供应链也会被踢出去。很多人问我 Lumentum 和 AOI 这2家公司到底该选哪一个？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这2家公司走的是完全不同的2条路，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2种投资逻辑，适合的也是完全不同的2种人。Lumentum 适合的是追求稳定、追求确定性，不想承担太大风险，想要长期分享 AI 光通信赛道红利的人，它就像一艘大船，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，虽然速度不会特别快，但足够稳，很难翻船。AAOI 适合的是能承受高风险、追求高收益、有足够的研究能力、能跟踪行业和公司的变化，想要抓住预期反转带来的超额收益的人。它就像一艘快艇，速度很快，爆发力很强，但如果遇到风浪，也很容易出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你想要确定性，还是想要弹性？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，就能拿到多高的收益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既稳赚不赔，又能一夜翻倍的好事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行业，去跟踪公司的动态，只是想找一个长期的标的，分享 AI 行业的红利，那 Lumentum 这种确定性更高的公司显然更适合你。但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，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跟踪行业的技术变化，去跟踪公司的订单和产能情况，能承受股价的大幅波动，想要拿到更高的超额收益，那 AOI 这种有预期反转的公司可能更符合你的需求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不管你选确定性还是选弹性，不管你选 Lumentum 还是选 AAOI， 他们都在同一个赛道里，这个赛道就是 AI 光通信，这才是我今天要给你讲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。AI 的下半场已经不是算力的战争，而是连接的战争。谁能搞定数据的高速传输，谁能搞定 GPU 之间的高效连接，谁就能掌握 AI 时代的核心话语权。我知道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觉得
光通信就是个配角，就是给 GPU 做配套的，永远不可能超过 GPU 的地位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你想想，在 PC 时代最核心的是什么？是 CPU， 是英特尔。但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你知道最赚钱的公司是谁吗？是做网络设备的思科，它的市值一度超过了英特尔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最核心的是什么？是手机芯片，是高通。但后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，你知道最赚钱的公司是谁吗？是做移动通信的运营商，是做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苹果、谷歌。每一个科技时代的发展都是这样的。上半场是核心硬件的爆发，谁能造出最核心的计算芯片，谁就是主角。下半场是连接和应用的爆发，谁能搞定这些硬件之间的连接，谁能让这些硬件的能力真正发挥出来，谁就能成为新的主角。AI 时代也不会例外。上半场是 GPU 的爆发，英伟达成了绝对的主角；下半场必然是连接的爆发，光通信就是这个下半场的核心。你去看全球顶级资金的流向，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。之前所有的资金都疯狂涌向 GPU， 涌向英伟达，后来资金开始流向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冷却，因为 GPU 太多了，供电和散热成了新的问题。而现在大量的资金已经开始疯狂涌向光通信，涌向互联网络，因为这些顶级资金早就看明白了 AI 的瓶颈已经转移了。接下来能决定 AI 大模型能不能继续迭代，能不能真正落地商用的，不是你有多少块 GPU， 而是你能不能让这些 GPU 之间的数据高效、稳定、低成本的传输。这就像一个国家的发展，上半场是建工厂、买机器、提升生产能力，下半场是修公路、建铁路、修港口、提升物流能力。没有高效的物流，你生产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，根本换不来钱。AI 行业也是一样，没有高效的光通信网络，你堆再多的 GPU， 再多的算力，也根本发挥不出来，只能是一堆昂贵的废铁。除了我们今天讲的激光器和光模块，光通信这个赛道里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，就是 OCS 光交换和 CPO 共封装光学。 OCS 光交换说白了就是光通信里的红绿灯和立交桥，它能让光信号在数据中心里更高效的调度，不用再转换成电信号，进一步降低延迟，提升效率。而 CPO 共封装光学就是把光芯片和算力芯片封装在一起，进一步缩短数据传输的距离，降低损耗，提升带宽。这两个方向都是未来 AI 光通信发展的核心趋势，现在已经有很多巨头在这两个方向上疯狂布局了。我见过太多人在 AI 投资里踩坑，他们总是盯着最表面、最热闹的地方，总是跟着别人买英伟达、买 GPU 相关的公司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 AI 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上半场的红利早就已经被别人吃完了，下半场的机会也已经被别人提前布局了。其实投资这件事最核心的，从来不是跟风买别人都在买的东西，而是提前看到别人还没看到的趋势，提前布局别人还没意识到的赛道。2016年你提前布局新能源，你能吃到10倍的红利；2020年你提前布局 AI， 你能吃到英伟达几十倍的涨幅。而现在2026年 AI 的分水岭已经到来，光通信这个赛道就是接下来最确定的趋势。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 AI 光通信这个赛道未来的增长空间甚至会超过之前的 GPU 赛道。因为 GPU 的市场是有天花板的，但数据传输的需求是没有天花板的。只要 AI 大模型的参数还在涨，算力还在提升，对数据传输的需求就会一直涨。当然，我今天给你讲的只是这个赛道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和2家最有代表性的公司。这个赛道里还有很多细分的环节，还有很多有潜力的公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。但不管这个赛道里的技术怎么迭代，公司怎么变化，底层的逻辑永远不会变。AI 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数据的传输，离不开连接。只要 AI 还在继续发展，光通信这个赛道就永远有机会。如果这期视频帮你理清了 AI 投资未来的核心方向，让你避开了只盯着 GPU 的认知陷阱，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后面我会持续拆解这种看起来门槛很高，其实底层逻辑非常清晰的赛道，帮你抓住每一波真正的红利。最后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
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其他专业建议。不管是投资、金融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专业问题，你都一定要咨询持有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士，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。